这一场比赛最关键的手牌，我 open。下一家这个12玩家3B 我盖到我还觉在后背 all in， 他想了超久之后跟住他爸一队，我9一队。我们来看下这一把的结果。2024年第一飞柬埔寨金边，我要去打的是 WPT 的主要赛事，主赛是3500美，当然比较大的一个规模在亚洲，平常都要飞到欧美才有机会打，所以这在亚洲一定要把握机会。希望我们这趟可以有好成绩 ，Let's go！ 今年第一次出国比赛，献给金边 Naga World Hotel， 首次举办 WPT Mentor 系列。柬埔寨金边实在是一个适合扑克认真打的地点，前3次来的整体感受很好，食住 CP 非常高，饭店点餐也非常多，有日式料理、东南亚料理、意式料理，更有扑克桌边点餐服务。以往我们都住在 Naga 2， 从 B1 连通道穿过美食街及美穗店 ，Naga 1步行约10分钟到主要会场打牌。这一次第一次开箱 Naga 1房型，游戏体验部分荷官专业度非常的好。想看美女荷官系列，可追踪我们的录制特别分享。那就开始分享这趟和老婆摄影师新年的第一站海湾征战。啊，我办的是这个长隆的，我们什么卡？我办的是长隆的国泰世界卡，然后这卡非常长的名字叫做长隆极致我办的是长隆极致无限卡，这超长的名字。好，重点是我搭配的是龙腾，可以换什么东西呢？可以来这家店啊，第一个你可以换这所有的甜点可以选一个，然后所有的饮料可以选一杯，以及再选一个你要喝的咖啡或是热饮。然后主餐呢，你可以选像这种，可以换一个套餐、可颂之类的，所以你可以换一堆东西。早餐吃饱饱。其实龙腾在国外啊，还有一些餐厅也可以用，你可以去上网查一查，看到底有什么好处。这张卡呢，你可以去长隆的贵宾室，在这个2航下的2楼。但今天发生一个特别状况的是，不能去，因为客满太多人要出国了。所以呢，他给我2个选择，一个是等，另外一个是呢，他给我2张分别面额是250台币的折价券，所以我等于有500，那不能找钱，超过可以补差价，所以我决定拿券来这个地方吃吃看新开的这美食街，我一直很想吃，因为每次来贵宾室吃汉堡就不可能来这里吃嘛，所以要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用用看这个券。然后这个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跟我们刚刚用的龙腾是分开来的，所以你又可以用这个优惠，又可以换龙腾的东西，就是这个卡的福利。我要找好吃的东西去了。食物来啦，台湾食物就是赞。好，那这次去金边，朋友很好奇为什么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。其实你们可以看这些影片，我去过这边好几次了。我主要去赌场比赛，不出去，所以在赌场是非常非常安全的。这些影片都有一些回顾啊跟内容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等下就坐飞机飞到对面的金边去喽。Hi, we are from Nagoya to pick up you. See you later. 抵达金边，可以看到这边，好吧？出关长这样子，然后外面呢有这个网路。我们来这边呢，每次会办网路，很简单，就是我会办这个大概11块的美金的方案，就可以用大概2周了，吃到饱，很够用。要办什么方案，大同小异。现在把网路用好，就没有烦恼，不会无聊，打牌就还有事可以做。这台车包起来，喂哪里？就是我。A few moments later. 经过了大概40分钟，我们到这边了。其实真的车程，如果不塞车来讲的话，大概20分钟就可以到了。可是柬埔寨的交通就是很多车。Anyway， 我们40分钟到这边。那Naga 1，赌场会有这个安检，其实很安全的。嗨，到我们的 Naga 房间。我们平常都住在 Naga 2，这次是因为搭配 Never 有买豪客赛方案，第一次住在 Naga 1。前4次我们都是住在 Naga 2，就是走过来大概10分钟。其实它好像有比较新虽然人家说这栋比较旧，可是它整个感觉是比较大的，大概比 Naga 2，我自己觉得大概宽敞有到至少多50%。
的大小。那它这一区的话，就是面对的河比较近。那我有特别请他帮我排河景，所以就是感觉 view 比较漂亮一点，对，还蛮宽敞的，还不错。这有个书桌，那我觉得它价格也算是很合理，也没有必要住特别大房型，因为反正都在打牌。然后它冰箱通常就是你看就这样自己放。In the money， 今天打一个小比赛，400枚买入，一发晋级，明天 Day 2有钱，剩26个人，但是我现在超短，当完大盲我可能剩2个大盲左右，先翻1倍了。嗨呦，第2天有下来到现场喽。我其实昨天就已经先打一场比赛，我昨天打一场热身赛，进了 Day 2，然后也 mini cash 大概1000多美金，400的买入。今天才是开始进入到我们要的重头戏，就是打 high roller。我先打一个 mini high roller 2200美，我先去 buy in。明后天会打开始比较多，明后天还有什么一些主要的开幕赛800美啊 ，guarantee 一些比赛啊，然后再来有5000美到1万美，跟最主要的 main event 3500美一个 buy in 的地方。我昨天有打那个什么400块的。OK。呀，good luck。Hello. Hi. Sam. Good. 来纳嘎打牌啊，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他的桌子没有画线，八盆又很小，大家有时候会坐在旁边就会赢。我就发生过1、2次，有人 miss 掉大嘛，或 miss 掉小嘛，所以你这样打这种桌子没有线的桌子，好，八盆又很小的话，你一定要非常留意，避免你就是让别人没打到大盲，然后别人就会多1圈的优势。今天打这 mini high roller 2200美的买入，25分钟升盲，30万起始码，因为它是单日赛，所以结构比较快。我今天打1发，然后到现在我筹码还是30万，没有什么变化。但是等下至少还是机会很不错，还有一个25个大盲，希望可以翻起来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赛场，那赛场我其实很常来，因为来好几次。这里唯一比较特别的是，你看一看现金桌，现金桌这边啊，它在比赛是一起的。原因是因为通常柬埔寨大家不太会乱跑，然后它比较好管理，所以很多人打比赛出局啊，就可以来这边打现金桌。这场是快速赛的 high roller， 基本上没有太大一些我觉得有问题的地方。原因是因为这是翻牌的一些选牌跟一些决策。我印象在解买之前有一手牌，我在小盲拿 A7 all in 大概快19个大盲8盆 open， 结果大盲玩家圈圈，非常幸运我们翻倍，最后让我不用去买第2发。接着呢，解买之后呢，大致上我们就是我来来回回过了好几个级别，然后筹码一路剩下20 BB 左右的时候，一手牌我在前位开一个 A10，8盆玩家跟注，我们单挑 flop 开一个10 high ball， 我 C 背个底子大概快要半帕，他 all in 我扣，他10J 我 A10，就这把牌让我们筹码从20多万一路到快要50万多，接着就空双棋大概1、2个级别了，就是所有的牌都倒数的牌，然后盲注也上去很快，因为25分钟升盲，来到这手最后一把10JJ 16个 BB 出局。OK， 那这场比赛到这边。16分。OK， 最后一手我 open， 然后下一个玩家3B 尬我 all in， 我后只有16个大盲，他 JJ 有10，对，很遗憾没有开出来，28、29倒闭，11个前圈。那这个比赛比较快啊，所以机会来就是要把握，这牌该去就要去。明天继续努力喽，我们再接再厉。我来现场第3天，我今天要打的是800枚买入的一个开幕主要的热身赛，5万块的起始筹码，40分钟升盲。今天会打到15级别就进 Day 2了，但因为这场比赛我觉得比较小的比赛，所以我会让我摄影师休息，我先打到 Day 2，如果进了 Day 2，我们再继续拍这场的手牌。那我们 Let's go 去买入。今天打的是5000枚买入单日豪客赛，30万起始筹码，30分钟升盲。最后来解买，因为前面我 bust 了，玩了几手牌就非常不顺。然后后来我再买入第一手 AK High Jet 对 Button， 我 open 他3倍，我4倍，他5倍券我扣，因为 total 有效筹码50个大盲。
然后对手又是比较会操作玩家，就玩一下就出去了，所以我决定最后再来买入。那希望我这发可以打得比前面更久，可以先打起来。那我们就 go。这场5000枚比赛我解买之后，30万棋子马，玩了几手几个大盲，筹码就掉到剩下15万左右。原来这手牌我剩下9个大盲多，盖到我在 CO， 我拿 K 就有开注，然后8成玩家3B 我就是 all in 我的意思。我当然就刚好 all in 打光，他 AJ 很开心，我们翻倍又回到30多万，终于70码以上。接着过了一圈之后来了这手牌，81万6，8成玩家他 cover 我很多，他开一个比较特别的注码是开了2.5 BB， 意思是他不想让我太多牌可以去补进来。那当然他有些牌可能也不怕我 all in， 有可能，所以我大盲拿了J9同色，这边我在想要 all in 还是扣，这2个选项都是可以。但我觉得翻牌后也可以很多空间，有更多一些不同的方式，所以我决定跟注。跟注之后 flop 来一个8 high ball，2张梅花，我是2高张带买花，超级强，还有后门顺。我过牌之后，他这边下注一个5万，我就直接 all in 大概30多万，花了一个摊倍，想了一阵子之后就这样 all in。然后后来他盖牌，一下这把底池，我筹码就瞬间来到了将近快50万。紧接着这手牌，第一家玩家直接 all in 12 BB， 盖到我在小盲拿到7对，我也在 reshuffle 之后呢，我跟他跑马，他是5-1对，我7对，顶住喽！筹码瞬间我们冲到了将近印象中是70多万。紧接着这手牌玩了一阵子都盖到 high jet open 4万，盖到我之后我在大盲拿了 A 1对。然后怎么办呢？我在想要用平跟埋伏还是要3B， 但这个玩家我刚刚看他前面的一些手牌，他竟然抵抗的频率超高，意思是不太会盖牌，所以我决定要做一个很小的3B， 打到9万5。他想一想跟住，放不开一个2张 J9，我在底池下注一个很小注码6万，跟住他跟住，turn 来一张 K。我算一下底池跟他后手，大概他不到一个底池。那我没有位置，我觉得我这边想把我范围极化，要么超大的牌，要么就是可能在一些路上的买牌。但是确实我很少这个3B 会有很多炸胡，但是对方不见得认为嘛，他可能会觉得我其他2高张 maybe 可能会这样玩，这是不一定的。所以我决定在这一阵 all in 极化我的范围。然后他想了超久，说我应该就是 AA 吧，或 AK， 或者他觉得我是 S Queen。他说他觉得是一半一半，所以他跟住。然后他的牌基本上也很难盖掉，他是 K10，顶对带买顺，他如果走到这个碰是很难盖的啦。对，然后我就收到这底池，我筹码瞬间上到100多万。然后在这个阶段就是来来回回有一些3B 帕，然后有一些过程。后来换到一张新桌，掉了一些 Open 帕23把，所以现在筹码来到100万左右。希望我们这个休息的下一个休息还可以活着进到前圈。接着我这桌我从另外一桌换到了隔壁桌，然后总共剩3桌。那3桌的分布就是6人桌、6人桌、5人桌，因为17人、16人并桌。但在这个差1个人打了将近僵持了，应该有快要1个小时多了。我的筹码从搬到那边120万，在这个新桌就非常不顺，一路就蹦，慢慢掉到最大概60万多，然后又到70几万，然后又到60万，来来回回，直到盲注从1万5、2万5玩到将近2万4万，然后最后并了16人桌了，然后我们就回到了最后2桌，重新 redraw， 来到了这手最关键的一把，这场比赛最关键的那手牌，我 open， 下一家这个12玩家3B 我。盖到我还觉得在 4 倍 all in， 他想了超久之后跟住他8一对，我9一对，我们来看他这一把的结果。好，我不是被8发死，我们发了9还是死，因为后门花乱出来的。那这把小可惜啊，因为赢的话我的筹码会上到均码120多万，然后会剩下将近差6个人前圈，而且马分布不会差太大，有几个短马。所以空间来讲，我觉得机会会多很多，可以进前圈。中赛结果被跑4+1好了，今天死在
出局剩15个人。刚刚如果我们回去又到军嘛，就机会还不错，但这场没有办法就出局。希望我们下场明天可以再更好，再接再厉。我们来这边投4次柬埔寨，我们知道这很安全，所以过来。那我们带一个这个新的香港朋友过来，非常紧张，怕死。我有一把年纪了，还是很怕死。这个很敢勇敢闯关的，都来几次了，带着他就很有安全感。我现在在吃宵夜，我吃这家叫做快乐小羊，这家的特色是羊肉，油牛舌。这什么东西？看你刚刚点的牛舌。快乐小羊必吃羊肉串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羊排哦，超级大，你看，手在旁边。最大的对，你在付钱。好，那我这简单，看成100趴。对。 Donkey，我就说我中胜好，我拉。开花没花？没花。没花。哎，这是红的什么？看我是不是输了？看我没有我啊，我不捡。今天是3000块的 Single Day High Roller 10万起始筹码30分钟胜嘛。那我们前面撞牌支持撞 AKK， 然后一个25 BB 的起始筹码就 CO 对8分哭了。然后我现在在最后解码，希望我们最后解码可以 run good。这场比赛我在解买之后来到这手牌加1，我拿 K 对开注12000，嗨就玩家跟注，那这玩家筹码超级深啊，单挑发不开一个9 High Ball 3张 Diamond。我有 K Diamond， 这个地方我决定过牌，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的范围是很弱的，那必须在没有位置要去 control 这个底池。我过牌之后呢，对方下注一个底池13000，我轻松跟注 ，turn 来一张小的 Diamond， 所以意思是我现在已经中了花了，我只输 A 花。那在这个底池来讲，我跟后手比例来讲是非常好去处理这个牌的，因为一开始我也只有落在大概16、17个大盲左右。turn上呢，我继续过牌，对方这边下注一个25000，那我这边想了一下，基本上到 river， 我没有位置情况之下，我觉得他也很难去炸第3条街。那但这个地方呢，他也有很多一些可能中等排列，或是可能比我弱的花，他也不见得盖得掉。那他的注码跟他后手我比例来讲，我觉得他也有点将近底子配杀，他也非常好了，所以我决定这个地方确认是 all in。他想一下，马上盖牌。我猜他应该这边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只是想要做一个纯粹炸物，所以很幸运开始收下这个不错的底池，让我们的筹码可以往上走。接着呢，玩一阵子之后呢，就是正常的，因为短码就是大家也不会有太多的状况嘛，就是等一个机会。来这把牌4000、8000，我在这个 button 拿到 QJ 同色，结果 COA 玩家他直接 all in 12个大盲多。那这个地方 COA 它的范围本来就可以 all in 非常多，然后他也是一个会玩的玩家。那很多人在button跟拿到 QJ 同色就会觉得好像要盖牌，对不对？你可能觉得会输 K high 啊 A high 啊，但其实很多情况你还是赢他非常多的中间的结构牌，甚至他有一些比你弱的 Q 都会去 all in。所以我在这边做一个 reshuffle 22 BB， 后面大小盲盖牌，然后他秀一个 Q10， 我是 QJ， 来看这一把。跑过了，所以我筹码的瞬间来到一个还蛮健康的状况，可以继续到后面的比赛。接着这个过程当中也换一些桌子玩了非常久，然后直到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马量就是维持在一个来来回回30万上下之间。行注级别来到这是5万、1万，7人桌，嗨球玩家开注2万，看到我在小盲拿3一对，我选择跟注大盲跟注，这是个3人底池，发不开个8、3、2 3张都是花，我中了一个 set。我过完牌之后呢，一路到这个 Racer 他下注一个底池的3万。这个地方我算一下码量，基本上在这个3人底池跟有效筹码来讲的话，我们这个3条去打光是非常轻松，可以去跟他打光。即使他有花，我们还有奥斯可以去叠牌回来变葫芦。但是呢，对方有很多情况是有一些超对，或者是代买花，或者是很多牌他可能会有位置去跟住我们，然后去演我们，或者是不相信我们都有可能。所以我想要在这边把我的3条3的 set 去做一个快打的动作，我不想要去慢打，在没有位置。所以对方下注了3万之后呢，我这里 raise 到了10万，啊，大盲盖牌，啊，这个地方 Racer 想了不久也盖牌。OK， 那我就马上收到这个底池，所以还算不错，也维持了一个不错码量。那当然用跟注有它的好处，有它的坏处。坏处是没有位置，对方有位置的情况之下，其实很好去决定怎么跟你打。那在如果对方一些大牌，假如他也没有花的情况之下 ，turn 掉了花，他的超对或很多的一些顶对的带一些1张花来讲的牌，他就有可能
会去 control 的底池，或者是我们没办法赢到更多的价值。紧接着呢，就是来到这边，我们大概就是维持了一些盲注之后呢，来这手牌大小盲，我小盲开注了一个3x，那我是 cover 对方的，然后 flop 开一个 A high ball， 我就下注一个底池1/4，它就盖牌，因为 A8的这个波面来讲，它很难中到牌，我是必须要下很大的注码，只要下一个小注码，就有机会可以去把对方炸五掉。然后这把实际上手牌我是什么都没有中，是一个后门的一些顺子的组合。现在盲注来到15000、25000。我本来剩5个大盲，现在要回到9个大盲，翻倍一次就可以上均盲，看有没有机会。紧接着真的是一个空窗期，我印象中大概经历了快要2个小时，就是非常久的时间，然后一路到 level 14左右。好，直到来的这手牌就是正泡泡时间。CL 玩家是这桌的 CL， 他就是一直去不断的攻击跟做他要做的事情的压榨嘛。CL 玩家直接 all in， 那 Button 这个短码玩家大概10几个大盲，他也选择 all in。那在这个之前，其实我们桌上其实有一个很短的玩家，大概剩下4、5 BB， 但是他翻倍了2、3次，所以大家都卡在这个阶段非常久。好，我盖到我2家 all in 情况之下，我慢慢眯我的牌，2张都是穿衣服。我以为是 KK， 因为第一张是 K， 我们眯第2张不是 J， 当然只能盖牌。好，我们来看这把跑马过程 ，COA 对 Button， 2个穿衣服没眯到 KK，KK 就要去了。哎呀 ，King，S King， 哎 ，Yeah sure。S King I know for this ball. I know for. He will call live. I will call. Yeah, really. Imagine of this part I will, because I know he will call live. 好，很幸运，最后进了前圈，终于开胡啦，进前圈。我们终于在得 PT 的这个系列赛开胡啦。如果大家对柬埔寨安全有疑虑，可以看这几支详细影片介绍。目前打完5天，终于豪客赛开胡，希望后续也有更好的成绩。进入前圈之后，就开始要往上去争夺 final table 跟冲击马量的时间点到了。那这个阶段其实太多人，大家筹码落在5到10 BB， 包含我，因为这是一个单日的豪客赛比较快的结构。那很多人呢，在这 bubble time 都已经被洗到快干了，因为没有办法，长马就要做事情，短马就是只能抓紧机会维持马量，或者是先进前圈。那我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马量我印象中盲注也上来，我落在只有5 BB 左右。然后玩了一两圈之后，推了一些手牌没人接，我来到了9 BB。那这边过程有一把牌也很可惜，盖到了大小盲。那小盲玩家只有 all in， 我看了我手牌是 AX， 我也扣他。结果呢，我印象中我是 A8， 他是比我小的 T 个 A4。那这把牌发成 chop。所以没有办法让我筹码往上走。好，又过了1圈之后呢，又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况，我还是9个大盲，不过这时候剩下12个人，盲注是15000、25000，一样的玩家小盲一样只有 all in。我看到我手牌 S Queen 秒扣9 BB 的关键跑马，他是 K3 ，Flopper 他中了一个3，但 Turn 我们开了 A， 继续看下去。好，到这边 River 发他的这个 K， 我们豪客赛走到这边。走到这一步就出局啦！哎呀，飞喽！9个大盲没有翻倍，翻倍就可以上到20个大盲。好，至少还有 cash 第一场开胡，然后后面再接再厉啊，继续努力。Hello， 刚看到 Never 目睹他bust out 的过程，我觉得呢，这个bust out就是可能问题出在我。因为呢，他旁边人家的老婆2把都喊得超级大声，一把喊出了 chop， 一把呢先喊出了3，然后呢他 A 超车，但我从头到尾就是很淡定，我就在那边看，然后他老婆就继续一直喊 K 跟3，哎就开了，所以最后 River 就开了人家 K， 就变 2 pair， 然后他就死掉了。所以我们在这边。对，我们又在吃美食了。OK， 这家是我们很喜欢的一家。这家的话就在它扑克会场的正楼下。那这家主要就是它有铁板烧，或是吃单点的料理。那它的日料都这么大份，这一份是$11。那我们额外的话，就是只要是在这整栋里头吃，
就要去办会员卡，会员卡就会打95折。这家的特色就是定时的分量多，然后重点它都有生鱼片，所以生鱼片呢，你一定要连胃口可以吃，每都给2片多，所以有时候吃太多你会有点反胃，分量真的很多，所以2个人吃也没问题，1个人吃你要很饿，男生都可以吃得很饱。还有这个茶碗蒸，我今天点的是猪排冻饭，28块美金，看起来有点贵，但又不太贵，但是整体我觉得可以接受。这是第4次来柬埔寨，来这边就是起床打牌，结束睡觉的日常。通常这边办的比赛，像这次 Day 2系列都是11点半左右，作息相较台湾需要配合小朋友特别规律，睡得也特别的好。这一集就到这边了，下一集呢，杀一颗人头2000块美金。我是Nathan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欢迎留言哦，各位下期见。